外面你要找一家，我给你100万。奢侈品牌一般都15倍都是亏钱的，大牌的检标告诉你全都是扯王八犊子，找一件他就弄死你。这行业是最累的，还有不赚钱的。你上哪找工人？谁给你干的？今年疫情是没办法。品牌不光是我要有自信心，还是整个中国人都要有自信心。大家好，我是阿斌。最近呢，有粉丝问我怎么去买外贸原单的衣服啊？我之前呢做了一期视频啊，但是不够深入，所以我们这一期呢就想要去暗访一下外贸服装工厂，这样大家能够深入了解一下真实的情况。那外贸发展到现在呢，其实已经是一种概念了啊，包含很多，比如说外贸货呀、原单啊、尾货呀、次品货呀、检标货啊、大牌同源啊等等很多种类型啊，我就不细说了，我们看图。很多人觉得呢，买外贸货呢就是很便宜嘛，很值啊。原则上呢是这样的，但是啊，在这个复杂的社会当中，任何事情呢都不能只看表面。单纯善良的人儿，总有一天会成为别人宰割的韭菜。告诉我，你想成为韭菜吗？你想吗？听懂掌声。那我通过正规合法的手段啊，找到一家给某某某国际大牌做代工双面呢大衣的工厂，很牛逼的那种。就这边全是服装厂，久违的味道。大家看过我们伟大知道第一期，我们那时候做了一个杭州网红电商供应链这么一期视频，大家可以回味一下。全是做双面呢的面料。双面呢其实它是所有的女装类衣服当中，目前为止在中国需要人工成本最高的一个。主要成本在哪？手缝，必须手缝，现在没有任何机器可以替代。它本质上这个人工缝是更好嘛？它只能人工缝。布料它是印染厂，它会把每年它自己新出的花纹给到我们，给到我们之后呢，然后我们就是自己来打版设计。我们也在发展电商，因为现在这个也是一个大环境下然后我们现在合作的平台相对来说也比较多，比如说抖音呐、蘑菇街抖音、蘑菇街、淘宝啊、拼多多、唯品会、快手都在做。拼多多它是什么呢？它属于一个走量，就拼多多主要可能卖一些库存的面料。对，因为拼多多它的整个的一个价格体系，我们只能这么做啊。相对于来说性价比比较高的淘宝、蘑菇街跟抖音。再说区别的话，淘宝跟抖音相对来说，他们对于品牌的资质要求很高，要大牌，它要有一定的这种知名度。但蘑菇街相对来说比较好的是什么呢？它走的是大牌同源，比如像你们给某个大牌代工，然后打的某大牌的代工厂，对这种，但是它的质量是一样的。他们也是做直播是吧？对，去年我印象比较深的几场销售啊，他们的头部主播冬天单场的销量基本上是在150万以上。就比如说这件衣服，这件大家应该都认识，对吧？不是啊，对，这个正价要1万多，1万多。这个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留下来的一些，跟它是一模一样的。这个不是 A 货，它跟 A 货的概念是不一样的。比如说Burberry 向我们订了1万件，我们可能会生产11000件，然后那1000件呢，我们会签一个保密协议，可能会比 Burberry 要正版发售要迟一个3-4个月或者半年，但是这个价格我们直接就走到了799。那你们也没有牌子了嘛？主播去卖的话就卖799，这是给蘑菇街的价格。设计实际上就分成2部分嘛，第一部分就是面料，第二部分才是说你的色彩呀、状态呀、版型，所有的都是我们的设计。韩国最大的服装公司集团，像那个包括杭州的什么这些品牌，他会来挑，设计师就是说，哎，我要这个，哎，我要这个，我要这个，然后会挑上10几20。你看有一些面料，就你在外面都看不见，比如说像这种，就是我们自己研发知识产权的东西，外国没有，你随便看，欧洲没有。真的假的？绝对，外面你要找一家，我给你100万，仿它都仿不出来，只有我们有。品牌现在为啥自己都不做设计？他如果自己做100个款哈，他最后的选上的可能只有5个款或者10个款，他的成本会很大。然后他会全中国或者全世界找面料，还要设计面料，都很麻烦。真是大家现在对大牌都以为是大牌自己设计师啊，工厂是不是只会代工啊，只会生产货啊，感觉很落后的一个行业。它不是所有的不设计，
他是看到你好的东西，他把你去留下来，不是说他不设计。但是像杭州啊或者上海国内的品牌，很多就不设计了，或者就直接过来挑。像这种都是我们特殊面料做的啊，这种看起来就不像双面泥了，香奈儿。这个香奈儿都没有这面料，你可以去看，没有。啊，像这种的话，开发出来成本有多少？900多克的羊毛，纯羊毛，然后再加上我们整个做工、设计费用啊，全部加一块，差不多在400块钱左右。那这上市卖的话也卖多少？像马特玛啊，像他们那种，基本上都是20倍左右。20倍？差不多。奢侈品牌一般都15倍都是亏钱的。哎，如果是北京品牌，差不多是10倍。但如果要是说是那个，大部分是5.5到6。电商就特别当红的电商就不说名字了，前段时间出绯闻那个，就是如果是他的话，差不多是1.6到1.8倍。你们自己的话，现在都主要在哪些平台卖？我们现在就是蘑菇街呀，就直播啊，或者这个搞一搞啊。全毛跟全毛之间的价格也不一样，这个是100%全毛，这个也是100%全毛。但是呢，价钱大牌可能是100只，得300多块钱一斤，但这个也是全毛，检测机构检测，如果是60只的话，100块钱都不要。只数决定羊毛价格，水洗标上是不标支数，国家全世界都不标。100支数和60支数价钱差3倍，差3倍，它穿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有，还是很明显。一个是轻，保暖度好，然后穿着滑，轻多了，不扎里。这个就是有浣熊毛、绵羊毛，其他纤维要2000块。这个假如有类似的，直播价格799、899。哇，这个缝的工艺好多呀，全身。它的工费是怎么算？按照它的长短来算。一天一个工人缝多少件？他这衣服大的一天最多1件。一天一件。大的衣服手工费得给多少？手工费差不多150到200。150、200。中国工厂做好，然后再送到韩国去，说明你刚刚开始兴起的时候，它是在印度或者说马来西亚这种地方做，因为他们那边的人工成本很便宜嘛。但说实话，它做不出中国这种工艺。这边都做质检是吧？我们之前看那个网红的衣服，线头一大堆，就老是说这个问题，他们不处理线头。这大概一天能出多少件？你们这裁一天大概200-300件。一天200-300件，那人挺多的我看。对，因为像这些东西都是每一道线都是手针一针一针缝。啊，就这个缝的比较费事。对，这个缝的费事。那些主播一般，我听说啊，说什么坑位费，就是还有什么佣金。这是一个行业的潜规则。你看不同的平台，淘宝头部主播如果专场就全部是卖我们家的衣服的话，就是一场只卖你家，那坑位费差不多一场是20多万。抖音上的头部，一个产品的坑位费8万到15万，一个产品他可能就给你一场卖20个、30个。对。你们合作有没有被坑过最惨的一次？太多了。我们曾经一个专场给了一个主播大概有将近40万。销售10万，如果你的下播是10万的话，它的利润可能1万多块。那你怎么办？这种会没有办法。大多数人的想法就是，当我火了，我立马用我的名气去赚一笔。无论坑也好，骗也好，这个也就是坑位费产生的根本原因。然后光坑位费已经赚足够了，所以他卖不卖得去，他已经无所谓了。主播目前是中国，在我看来啊，是中国所有职业当中赚钱最快的、最容易火的。很多女孩刚刚毕业，她都有这个梦，不切实际的暴富梦，但是暴富的永远是很少。那么我觉得转化率其实要远超于淘宝跟抖音，它没有所谓的坑位费。进专柜这种大牌的这种面料，如果是你给这些网红做类似的款，质量肯定一样吗？面料至少一样。质量、工序、面料都是一模一样的。这个专柜价格你刚才看到了2688，对吧？这个几千块。我们给到的价格差不多在799跟899之间。你的利润能透露出大概多少？30%吧，所有都除去，对，可能50-60还不到，退货率太高了。他一旦退件货，至少损失个15块钱左右。15块钱，快递费要5块钱。包装那天我们算了，整个的价格是11块5。现在咱们国内的工人工资多少钱？
比如说烫台，他们的工资差不多就是熨烫衣服的啊，他们大概是6000左右，然后车工差不多4、5千，啊。那如果是手缝的话，单件来算150块钱一件，一天缝一件，一天一件。中国目前做双面呢最大的工厂应该是在山东、河北跟大连。都在外地。对，都在外地，因为杭州说实话厂区太多，贵。这种呢子大衣，就大家都很害怕起球这个。我们一般不会起球，实际上起球呢，就是说我们有一些起球，说穿时间长了，包括T恤也有可能会起球。它大部分是因为那个面料组织的原因，起球跟面料好坏1毛钱关系都没有。这个如果说给他们做大货的话，通常成本一般都是在2300、2500左右。那么贵？他们卖也没有少于18000。像你们自己的牌子去卖的话，要卖多少钱？我自己如果做一模一样的，撑死就1.3倍，3000块钱吧。如果说这个要做的话，我们给品牌400块钱，但是我们自己如果卖的话，差不多也就是500块钱，差不多就能卖。你是一个品牌的话，一般都是2999啊，399。你们有受疫情影响吗？今年？我们过完节之后，我是战战兢兢过来开工，是天天睡不好。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面料工厂爆盘，工厂线占满，是因为前期人都不做，就是现在干批发二批的人，他们不敢做，他们觉得一个冠状病毒再整一下，回头我完犊子了嘛，他不够没做。但是现在后期呢，发现这个政府呢对做这个冠状病毒呢就非常给力，发现肯定也没啥事了，就是有个小范围也来按倒，突然一开始做呢，数量就上来了。只是我们的外贸订单受有点影响，因为欧洲到现在也没有搞定嘛。现在有很多就是打着说什么大牌同款啊，或者是什么大牌同源呐，还有什么减标。大牌哈是不存在减标，大牌的减标告诉你全都是扯黄不足的，不存在。你比如说马什么或者 CK 跟我们合作。他给你1万件衣服是吧？你就得给他做1万件，少一件他就弄死你。合同签的都这么厚，要不就3.5折买下来，3.5折你买他的，你给他弄坏一件，你得赔他钱。就是他挂完标做完的，如果说运输途中其他的，你得赔他钱。假设有很多说，哎，做砸了就减标是吧？奢侈品牌也不存在这事。奢侈品牌你做砸了之后，你商标吊牌都得退给人家，人家合同上都写着不还给人家也是3.5折，就好比按2万块钱的大衣，你就按照3.5折赔的钱。但是你说国内哈，这比较好的品牌哈，那个减标是有可能的，原因很简单，比如说我给你做1万件，做1万件了，否则你看不合适不要了怎么办呢？我拆标你得给我钱是吧？你不要的，那怎么办呢？他就过来人就拿剪子就挨个给你剪一遍。就意思你不能按真价销售了。大牌的尾货唯一一个卖的地方就是奥特莱斯店，就你完事他卖不掉，他一定是分烧。我给你做这个，也能给你做这个，但是你要说这种近似度特别高，我们也不敢干。我们自己改一点，比如去掉口袋、去掉扣子什么的，然后说，哎，我们这是什么 CK 的工厂同源，这个法律上来讲是可以的，但是不会干。你搞错一个问题哈，搞错一个点哈，这个设计是我们设计的，然后他只要一旦买完之后，就所有的外观权我们在法律上，他们都是拍照的，他们都会留底的。我们给合作或者我们跟合作，你说你给我多少钱，你让我再给你做一批，我也不敢做。正经的切牌工厂都不会干。不光是我不会干，一般都会干，因为干这个成本是超过了你的想象。那工厂大家都想做品牌，但是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做不好。品牌这个事情真的不是我说能品就品的。品牌不光是我要有自信心，还是整个中国人都要有自信心。我们中国的服装品牌才能起来，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我一个人有自信心，说我做的东西。然后我们的给大牌怎么贴牌怎么的那个，你消费者你没有自信心，你还是不会认嘛？我卖多便宜或者多好的品质，你还是不会认。你看韩国最近2年，他们的人就是
非常有自信心，整个的群体自信了，他觉得自己国家的人做的是最好的，然后他就买。我想做怎么样，我花多少钱烧没用。跟老板聊完呢，就让我突然对服装行业啊充满了自信啊！就是你想那些高高在上那种啊，国际奢侈品牌大牌啊，他们竟然在我们中国的工厂买研发、买设计，这以前是不敢想的啊！你想我们上一期拍的化妆品工厂，是吧？但是老板也说了啊，就我们现在国内想做出一个知名的国际品牌，依然还是很难啊！你想像工厂他们给那些国际大牌代工1万多的大衣啊。工厂的成本实际上就是400-500块钱。不过我觉得啊，随着我们民族自信心越来越强，我觉得我们中国的品牌呢一定有机会走出国门。另外呢，老板也告诉我啊，辨别双面呢大衣的档次啊，我们不能只看羊毛含量了，还要关注看是什么羊以及面料的支数。此外啊，我发现工厂啊现在都在讲网红直播带货，但是呢市场呢特别混乱啊，一个火的主播可能要收你20万的坑位费。然后有的可能就卖1-2万块钱的货，哇，这个比电信诈骗还狠啊！建议行业啊取消这个坑位费啊，真的很坑人啊！咱们就实打实的卖货，你有本事卖出去你就赚钱，没本事你就滚蛋。最后一个事情呢是关于外贸啊、大牌童颜啊是不是属于抄袭，以及消费者该不该买。那我想要说一下我的观点啊，本质上这些呢都是大品牌啊、品牌方他们不希望看到的，但存在即合理，但不合理呢我也没资格去评论什么。就像我们都知道，网红店只会抄袭打版，但人家就是1年卖几个亿。包括 Zara 啊，我们也都知道它是抄袭，但是哪怕在美国这种所谓的民主发达国家，但就是硬生生的卖爆了全世界，创始人都是世界首富。所以这都不是中国的问题了，全世界都一样。当然呢，我依然坚定的认为啊，我们要支持原创，但是呢，有需就有供，对吧？那我觉得大家都有自己的消费观，买不买呢就看自己的心情了。那有一点呢，我是非常坚定的，就是不管你卖啥啊，你必须让咱们老百姓买到实惠的、性价比高的东西，不能忽悠我们啊！这是我觉得永远不变的正确的价值观。工厂老板呢，明确跟我说了啊，没有真正国外大牌剪标伪货，所以请大家认清这个事实好吗？以后不要再有这种幻想了啊！但是呢，国产品牌呢是真的有剪标或伪货，建议大家呢可以看看你家附近啊有没有这种实体店啊、菜市场啊、那种小服装店啊都会有啊。这种实体店呢，我觉得还是比较可信的。网上的我真说不好啊，我带大家去感受一下北京的外贸实体店。外贸原单20、30起，看这就是菜市场的外贸尾货，好多人。开心就好，有钱难买开心，有钱难买乐业。抢购的时候贼开心贼兴奋，是吧？抢不到是另说，我就要抢着，我就剪裁的4度。买到了抓紧，刚上的鲜货啊，随人货特别好。外贸原单160一件，Burberry 160多块钱。哇，这个可以，这个帅，这个10块钱。我买一双看看。才13，这10块钱而已。这不是新款吗？对啊，新款。那个260，现在200。以前买的拿过150块钱，退100块钱，穿着走得了，挺好看的。这多少钱？这个贵一点，这个150。这个叫黑红脚趾的，乔伊的。Burberry 的，还是新设计的。这个多少钱？150块钱，写汤米的。剪标的，这个多少钱？这个120块钱。我那个商场的还是大摊子，你知道吗？就是它里面的东西就是剩下的小号就往这里弄，在商场它就卖那个多贵一点，在这里就剩下的1件2件或者1个号的往这里丢。OK， 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了啊！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希望给我个点赞分享，感谢，拜拜。